非常睇時間，這個轉到次週國際嘅節目現場，有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繼續用10分鐘嘅時間帶下來抓走天下大小事情。今款有請國防安全研究院嘅曾復生教授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記者好，大家好。有禮拜嘅頭一條新聞，人來關心嘅是係中國、日本同韓國三國嘅兩朝嘅峰會啊，同首爾來舉行咧。先生係咪先睇下來抓走一下你嘅禮拜嘅峰會到底有乜嘅進展咯？禮拜峰會啊係一個大突破，因為呢上一擺峰會係2019年12月在中國的成都舉辦即係4年以來呢冇舉辦也係峰會，但是呢大家全部有協商不過你咪注意到呢，因為也過去嘅4年有這個新冠疫情，同時呢美國同中國之間呢貿易戰、科技戰同戰略競爭越來越嚴重所以呢美國拉攏也日本同南韓強下來對付中國，但是呢你下三個國家全部要需要三個國家嘅領袖必須要坐下來好好來參詳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係北韓嘅威脅越來越大，因為呢北韓呢同俄羅斯合作即科技同軍事還有經貿嘅合作越來越清楚所以呢對日本同南韓嘅壓力越來越大，所以呢日本同南韓需要中國來說服北韓唔好喺東北亞地區做太多挺嚴重嘅軍事上嘅威脅所以呢也係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呢，因為呢最近1-2年俄烏戰爭以下衝突，同時呢東北亞、同時東海、台海、南海地區也軍事衝突嘅可能性越來越高，所以呢需要三個國家強下來維持國際嘅秩序所以美國要求講中國還有那個日本、南韓強下來維持西太平洋地區嘅和平穩定。第二個理由。第三個理由呢，挺重要一點就三個國家你全部面臨經濟發展的新的瓶頸瓶頸呢需要三個國家強下來合作，在經濟上呢強下來對付過去幾年經濟衰退的一個新的壓力所以呢三個國家全部要需要所以要注意到呢也俾中國日本、南韓呢三個國家的領袖有共同的一個記者會，有共同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最重要一點就係講繼續呢發展也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也協商談判。如果講中國、日本、南韓發展成為一個自由貿易企業化，也會成為東北亞替代一個自由貿易區，也影響對世界影響就挺大的。第二點呢，加強也人文的交流公共的交流。所以呢，中國、日本、南韓有三個國家，如果講也發展下企業化，當然就會對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係有貢獻呢。其實嚟看條新聞係美國海軍太平洋艦區係宣布2024嘅環太平洋嘅軍事演習，2月底是會登場咧哦。先生，禮拜嘅安太規模嘅軍事演習有乜嘅用嘅觀察重點？禮拜嘅美國主辦嘅也係環太平洋嘅這個跨國嘅軍事聯合演習呢，係聽29屆第一屆係佢。1971年開始，1974年開始呢就2年舉辦一擺，所以今年係第29屆。29屆呢有29個國家來參加同時呢有25000名嘅軍人來參加也聯合嘅軍事演習。禮拜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呢係美國嘅太平洋艦隊主辦，同時呢亦有3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就係嚴肅也美國嘅印太戰略同埋整合合作 （integrated deterrence） 嘅一個能量所以呢禮拜呢加入在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嘅一個機會那嚴肅也在美國也最近2-3年發展嘅也 integrated deterrence 整合合作嘅一個軍事能量。那第二個重點呢，就係發揮開始發展歐洲、印太一盤棋嘅一個大戰略架構，因為禮拜環太平洋嘅軍事演習啦，歐洲嘅幾個國家，包括德國、法國英國也幾個國家全部要參加，連南美洲嘅巴西全部要派軍隊來參加，所以呢，也歐洲、印太一盤棋嘅戰略架構呢，透過禮拜軍事演習啦來發展。那第三點呢，就挺重要，所以美國也開始要發展太空軍。
太空軍咧，佢喺太空衛星網通作為新嘅作戰概念啦，透過亞擺環太平洋軍事演習啦，嚟試驗也係太空軍喺亞擺幾個西太平洋地區發揮嘅新嘅戰力。所以你下美國喺印太軍事總部要需要也係太空軍嘅司令部，同時咧喺南韓咩需要駐韓咧太空軍嘅司令部，馬上咧喺日本沒有設置也係太空軍咧駐日本嘅司令部。所以從也角度嚟看咧，你注意到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唔係單單海軍傾掂，空軍同太空軍全部會參加。第三條新聞底下來看嘅係法國總統馬克龍同北約嘅相關領導人呢，也做相關改變政策咯，係將烏克蘭用西方提供嘅強強嘅先進武器來打俄羅斯境內嘅軍事基地，現在很有人觀察呢件事情。呢件事情係非常嚴重嘅大事情你注意到呢？最近也建議啦，法國嘅總統馬克龍同德國嘅總理肖茲同英國嘅外交大臣卡梅隆三者全部要發表公開言論，支持西方世界提供本烏克蘭嘅先進嘅武器做得攻打俄羅斯本土嘅一隻軍事基地但是呢，你沒注意到美國嘅總統拜登呢，還有意大利嘅總理梅洛尼公開表示反對，因為講如果做嘢動作嘅話，會引起世界大戰但是呢，你要請重要一點就你注意到講，那北約嘅秘書長斯托滕伯格佢公開表示佢支持新嘅做法，所以講如果講冇本在烏克蘭你西方世界提供先進嘅武器俾烏克蘭，但是呢又唔肯佢做嘢作戰嘅一隻計劃同動作嘅話，等於講本佢武器，但是呢做唔肯佢做唔嚟保護佢自家，也講唔過去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看呢，你下北約之間開始有兩隻派系，這個針對呢隻議題即係講有角力但是呢，你沒注意到，俄羅斯嘅總統普丁佢咩公開表示講，如果講西方世界尤其係北約提供本烏克蘭嘅先進嘅武器來直接攻打俄羅斯本土嘅話，也係對白講，也係幾個俄烏戰爭會升級變成幾個歐洲嘅戰爭，甚至於係全球性嘅衝突所以你注意到也係發展你下大家全部神經緊繃但是呢，你後邊呢，你看到嘅美國嘅國務卿布林肯佢接見嘅摩多沃瓦一隻總統在北京在美國嘅國務院接見佢佢就慢要透露講，美國嘅開始去考慮做得同樣提供烏克蘭嘅先進嘅武器做得攻打俄羅斯嘅本土，但是呢也希望做最後嘅決定你知道呢，呢隻事情如果發展下去，僅僅西方世界提供烏克蘭嘅先進嘅武器做得打俄羅斯嘅本土嘅話，也代表講歐洲一隻戰爭會開始擴大，同時呢全世界就會引爆一個新嘅衝突，也唔係小嘅事情，你要請注意來觀察。今邊條新聞，我來關心嘅係中國下呢，我表現差唔多台幣1.5兆多，來全力發展嘅半導體國家區，先生很有想觀察呢件事情咯。那中國決定咧發展也半導體嘅國家隊其實也係第三期咧過去有第一期同第二期嘅那國家大基金也係做法呢過去嘅兩期全部失敗失敗挺重要原因講當然最重要一點講態度改變過度嘅天真，因為講也係半導體嘅科技用錢來買就做得，買人才、買設備、買技術、買原料同時呢幾個工廠都買下來生產做得但是呢也過去了2年習近平同佢執政的團隊就面臨卡脖子的一個痛苦，卡脖子的痛苦呢，因為西方世界全部清了解未來競爭經濟的競爭力係由也高科技，尤其係半導體先進科技的能量來決定，尤其係人工智慧的晶片會決定未來這個科技發展的能量同經濟的競爭力。所以呢，美國佢就聯合歐洲同日本也先進的國家用國家安全的理由來做封鎖全面性的封鎖也半導體的科技的IC 設計晶片的設計生產製造設備同關鍵性的材料全部做唔得出口到中國大陸因為呢美國也俾人理由講，如果有先進的科技製造的產品
別本嘅解放軍部共軍啊，拿去用作嚟發展新嘅武器，會對美國同埋盟國友邦嘅國家安全造成潛在威脅，所以呢必須要做一全面性封鎖嘅動作啊！所以呢，亞洲理由下來之後呢，那中國態度改變，當然呢受到潛在影響，青島工廠呢做一半就做唔下去咧，冇人才冇設備啊！所以呢，而下態度改變，決定咧也第三期嘅國家大基金來發展也半導體，全部擺脫也對西方科技繼承的一個困難啊！但是呢，也最重要一點就講，那發展也半導體嘅先進的科技啊，一步一步來做啊，冇辦法用彎道超車的想法，冇辦法用錢來買，所以呢，也係新的一個挑戰啊！那中國態度有冇能力嚟克服，也係新的挑戰，你要好好來觀察。咁咧，先生嘅平時度，有禮拜日等下回顧嘅相關新聞係咧嘅亞太情勢、韓國有兩俄烏戰爭嘅後續，另外是半導體大戰咯。有時結婚以下，大家小唔好等人來關心嘅係，如果首先選擇嘅解散國會，又到底乜嘅考量咯？係咪一場態度交咯？結婚以下，過來關心。